鬼城专家把它定义成低入住率10%的一个地方，基本上就没有人住了。我叫黄海清，是2.6的成员之一。我们是一个广州的85后艺术团体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做跟鬼城相关的作品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中山市圣贤山庄，97年的时候就开发，然后占地超过10万平方。我第一印象，它就像是一个航空母舰，竖立在一个山上面。来圣贤山庄已经有5次了，跨度有5年。在这里主要是做2件作品，一个是我们在这里生活，可能在那里做饭、煮茶或者弹吉他，甚至玩牌啊、杀人游戏的这种。另外，我们在这里选了一块红砖墙，用拓印的方式把它复制下来。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，城镇化的一个进程的推动，整个国家很多建筑哗啦哗啦的就建立起来，房价也是在这种风潮里面不断的疯狂的飙升。那我们作为80后，在这个滚流里面也是非常难受的一波。15年的时候，那就去做鬼城这个作品吧。到今天为止，接近60个，在里面住的可能接近40个哈。鬼城的形成总体的原因还是人为的，一个楼盘卷款跑了，或者因为环境这个政策它被搁置了，各种其他问题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烂尾的面貌。惠州这个鬼城呢，是我们第一次去的，接近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一个地方。为了建这个核电站，周边的居民都给搬迁。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，就是在河南封门穿过了那个太行山，我们就开着那种山路一路寻找这个鬼城，充满了灵异的那种东西在里面，看到很多太师椅啊、殡葬的那种物品，《聊斋》里面的那种景象。我那个作品就天门神，它的作用其实实际上就是驱鬼，能够保家安宅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他们兴旺起来，带着某种理想色彩在里面。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方，他们那个鬼城别墅都是非常大栋的。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遇到下雪，在鄂尔多斯的时候被警察抓过一次，一个团队都被查车，当时车上有很多违禁品，有锄头啊，有大刀啊，后来还是放我们走了。我们之后又多了一份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：我们做这个作品会不会绝对的属于安全的状态啊？这一个展览呢，最主要是把2.6过去的5年在鬼城里面所做的这些作品做了一个梳理，包括你所看到的衣服、内裤、鞋子、袜子、毛巾，这其实都在鬼城里面收集回来的，通过水泥去表现我们的作品。水泥这个元素呢，跟鬼城它有关系。我们的农民工，甚至他们流了很多血汗，打造了一个城市。2.6是粤语里面的一个方言，它是表示一种茄喱啡、无厘头、小角色。我父母是一个农民来的，
从小我们也没有是在这种艺术氛围里面成长，几位成员基本上毕业同一个学校，都是师兄妹师兄弟，都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面成长过来。买房子是中国人的非常梦想的一个东西，也很多人为了追求这个放弃了他最初的梦想。我们在城市里面就是过得很憋屈，就工作室几个人挤在一起，你像这个鬼城一片一片的就荒废在那里，根本就没有人用。我们还经常互相调侃说，如果这个鬼城能够给我们用，每人一栋一栋，那不是更好吗？2.6做这个鬼城这个项目，要面对的很多现实问题、经济问题，你没办法迈开腿。我一直是背负着梦想，今天我们对吃什么、住什么、用什么，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能够把很多的鬼城它复活了，能够产生了它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应有的某种生命力和价值。最大的理想是想睡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没有鬼城为止。